北京时间2024年10月13号，星舰进行了它的第5次集成飞行实验。对比以往的飞行实验，这次飞试 SpaceX 取得了2项重大突破。首先是让超重在和星舰飞船分离之后飞回到了发射点，并成功的利用筷子回收了返回的超重，开辟了火箭回收的新路径。其次是星舰飞船的热防护性能有了大幅提升。虽然在局部我们仍然能看到热防护存在着不足，但正如超重的回收并非尽善尽美一样，目前存在的热防护的不足并非技术上难以突破的瓶颈，而仅仅是工程上和经济上的优化问题。这2项成功为星舰开启了一个光明的未来。那么接下来 SpaceX 还会让原理样机阶段的星舰进行哪些实验？马斯克又会在何时让星舰投入商业运营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话题。自从星舰5飞筷子成功的回收了超重之后，就有很多朋友问我，星舰的6飞会包括什么实验项目？其实星舰6飞的实验内容最终稿还是需要 SpaceX 自己来定，我们作为局外人的推测很可能是不准确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星舰投入商业发射前所必须解决的问题来梳理一下，也许从中我们就能梳理出星舰6飞所可能包括的实验项目。好，现在咱们就开始。2017年，马斯克提出了大猎鹰火箭 Big Falcon Rocket， 简称呢是 BFR 的设想。2018年 BFR 被重新命名为星舰。有了猎鹰9火箭1级成功回收的经验，马斯克这次想搞一个运载能力超强而且可以完全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他甚至想用这款火箭进入深空，殖民火星。从总体上看，星舰有4大特点。第一就是体积大，运载能力强。从早期推出的星舰方案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星舰采用了2级入轨的设计方案，直径达到了9米，总长是120米，起飞重量超过4800吨，在不复用的前提下，最大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超过200吨。这些指标无疑会使它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航天器。要知道，此前人类建造的最大的航天器是用于实现载人登月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土星5号的长是110米，起飞重量大约是3040吨，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38吨。星舰与之相比要大了不少。星舰的第2个特点就是完全可以重复使用。此前人类建造的航天器里，航天飞机系统的轨道器和固体火箭助推器的壳体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外燃料柱箱则不能重复使用。而猎鹰9号火箭的1级和整流罩可以重复使用，但2级火箭却不能重复使用。这次马斯克想让星舰的1级和2级都可以重复使用，并且还想把整流罩或者飞船和2级火箭整合在一起，共同加以重复利用。这种想法在当时近乎痴人说梦。第3是火箭的主体部分没有像其他的主流火箭一样采用铝合金，而是采用了廉价但机械性能和热性能更好的不锈钢。现在看来，铝合金的优势是保证一定的机械性能的前提下具有较小的质量，但铝合金的热性能比较差，其退火温度只有350摄氏度。重复使用的火箭如果采用铝合金结构，就要付出相当的热防护代价。就比如猎鹰9火箭的1级采用的就是铝合金结构，为了克服返回时的热影响，猎鹰9 1级火箭的外表面要覆盖一层防热涂料，这就是猎鹰9火箭1级呈白色的原因，那个白色就是热防护材料的颜色。而不锈钢的热性能就相当好，退火温度超过了1000度，完全可以独立胜任1级返回时数百摄氏度的高温，因而星舰的1级就没有热防护涂层，呈现的就是原来的不锈钢的颜色。铝合金的第2个特点是抗延误性能差，含盐的湿空气非常容易对铝合金造成腐蚀，所以
经常在海边作业的设备，如果采用的是铝合金，就需要为它涂覆性能优异的防腐涂料层，否则铝合金很快就会被海边的盐雾腐蚀成白色粉末。关于这点，我是有切身体会的。以前我负责的经常在海边使用的某些产品的接插件使用了铝合金，短短的2年之后就锈蚀的完全报废了，后来只能把这些接插件更换为黄铜基体的。SpaceX 的发射场和着陆场都在海边，甚至是在海上，而火箭又是重复使用的，用不锈钢来替代铝合金，也能大大的减少防腐蚀的工作量。铝合金的第3个可能算不上是缺点的缺点是，在相同的重复使用寿命下，铝合金的质量轻的优势并不明显。以往的火箭都是一次性的，选择铝合金作为主材料，是因为在同样的机械性能下具有较小的质量。但是对于重复使用火箭，对于主材料的要求就变成了在相同的使用寿命和机械性能下具有较小的质量了。在这样的要求下，铝合金就比不锈钢强不了多少。而且铝合金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价格高。因此经过反复的对比分析， SpaceX 最终确定用不锈钢来做星舰的主体材料。星舰的第4个特点就是把原来经过前苏联 N1 火箭验证的难以实现的多发动机控制技术又捡了回来，打算在自己的1级火箭上安装超过30台发动机。在20世纪60、70年代，美苏展开了登月竞赛，美国为此研制了土星5号运载火箭，火箭的1级配备了5台单发推力达到690吨的 F1 发动机，而前苏联为载人登月推出的是 N1 火箭。由于前苏联当时没有大推力的无毒液体发动机，只得为 N1 火箭配置了30台单发推力为151吨的 NK-15 发动机。但是当时的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并不能很好地控制数量这么巨大的发动机群。N1 火箭的4次发射均以失败告终，前苏联的载人登月计划也被迫下马。后来航天界分析，无法有效地控制数量众多的发动机，就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航天设计中一直在避免在同一火箭上使用数量过多的发动机。那 SpaceX 为什么要打破常规，在星舰的1级上使用数量比 N1 火箭还要多的发动机呢？其实 SpaceX 之所以敢这么做，一方面得益于电子技术和控制技术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 SpaceX 通过重型猎鹰火箭的成功发射，建立了对多发动机实现有效控制的信心。大家知道，猎鹰9的1级安装有9台梅林发动机，而重型猎鹰其实就是在猎鹰9火箭上再捆绑2个猎鹰9的1级火箭得来的。这样每次重型猎鹰发射， SpaceX 实际上同时需要对27台发动机进行控制。正是因为有了对27台发动机实施有效控制的经验， SpaceX 才敢于更进一步，在星舰的1级上安装了数量更多的发动机。以上呢就是星舰的4大特点，但在分析星舰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一下当前摆在 SpaceX 面前的最紧迫的2个需求。首先是加快星链卫星的发射。根据马斯克的计划，一个完整的星链卫星网络大概需要 4.2 万颗卫星。目前在轨的星链卫星数量大概是6、7千颗，因此还需要向近地轨道补充数量庞大的卫星。马斯克急需拥有更大运载能力和更低发射成本的火箭，来把这些卫星送入轨道。在我前面的视频里，曾经有朋友留言，猎鹰9一次能发射60颗星链卫星，建设星链 4.2 万颗卫星的网络，用猎鹰9也可以，并不是非星舰不可。其实这位朋友的信息可能有点落伍了。最初的星链卫星是 0.9 和 1.0 版的，它们的质量只有227公斤和270公斤。那时候猎鹰9的一次发射的确可以把50多颗甚至是60颗卫星送入轨道，但是
现在的星链卫星已经是 2.0 mini 版，重量达到了700公斤。未来星链 2.0 正式版卫星的质量更是达到了 1.2 吨。009一次发射只能把20几颗甚至是10几颗卫星送入轨道，运载量大为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按照5年建成星链卫星网络，并按照卫星寿命是5年来计算，每年大约需要进行650次猎鹰9号火箭的发射，才能实现网络的按期建成和稳定运行。这大概相当于每天进行 1.8 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这个发射密度是在短期很难达成的。而如果用星舰，即使按照星舰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00吨来计算，星舰每次也可以把80颗星链 2.0 正式版的卫星送入轨道。这样算来，只需要每年进行100次星舰发射，就可以实现网络的按期建成和稳定运行。更何况，作为一款使用液氧甲烷作为燃料，而且可以全部复用的火箭，星舰的发射成本远低于猎鹰9。用星舰来发射星链卫星，符合马斯克的利益，是他当前最紧迫的需求之一。当前摆在马斯克面前另一个紧迫的需求就是履行和 NASA 签署的合同，为阿特米斯3、4任务提供载人月球着陆器。SpaceX 打算通过改进星舰的2级火箭，也就是星舰飞船，来达成这一目标。在了解了星舰的4大特点和2个紧迫的需求之后，我们再来分析星舰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容易多了。星舰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进一步强化飞船的热防护。星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全部可重复使用。5飞星舰的热防护虽然比4飞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达到复用的要求却还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因此，在后面的星舰飞试中， SpaceX 肯定还会不断的改进，以期尽快达到目标。星舰要解决的第2个问题就是优化筷子回收超重的过程。5飞的星舰虽然实现了筷子对超重的回收，但整个回收过程却并非完美无缺。回收后的超重也远没有达到简单检查和维护之后就可以立即投入重复使用的要求。因此，超重的回收还会进一步被优化。在后面，我们肯定还会看到更精彩的超重回收画面。星舰要解决的第3个问题就是星舰飞船的高精度降落。根据最初的设想，星舰飞船最后也要用筷子来进行回收。5飞时，马斯克之所以敢安排筷子对超重进行回收，是因为4飞的超重返回时的着陆精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5毫米。飞船想在未来进行筷子回收的实验，首先就必须达到满足回收条件的精度。因此，飞船的高精度着陆也是 SpaceX 目前紧迫的需求之一。星舰要解决的第4个问题就是用筷子回收飞船。在飞船实现了高精度降落之后，很快就会进行用筷子回收飞船的实验。毕竟，飞船被回收并能快速地投入复用，是星舰最主要的设计目标之一。星舰要解决的第5个问题就是减重。星舰的方案刚提出的时候， SpaceX 宣布，星舰在全部复用的情况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能达到150吨。后来 SpaceX 对这个指标进行了调整，宣称星舰在全部复用的情况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超过了100吨。在星舰4飞后， SpaceX 对外宣称的是星舰 1.0 版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超过100吨。从这些宣传变化的背后，我能看出的是星舰可能存在着严重的超重问题。正是因为超重，使得 SpaceX 对外宣称的星舰的运载能力不断下降。也正是因为超重，使得 SpaceX 难以在现在的星舰的试飞过程中携带其他载荷进行搭载实验。后来我得到的传闻也和我的猜测相符，因此星舰的减重必然也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星舰要解决的第6个问题就是进行在轨推进剂加注实验。从星舰的第3、4、5次飞行实验我们可以看出，当发射进行到约8分钟的时候，飞船基本进入了近地轨道，而此时星舰飞船内的推进剂已经所剩无几。
而如果 SpaceX 还打算用星舰来作为阿特米斯3、4任务载人月球着陆器的原型机的话，从近地轨道变轨道地月转移轨道，以及从地月转移轨道变轨道月球轨道，都是需要大量的推进剂的。按照 SpaceX 计划，当月球着陆器发射入轨之后，会由1艘或者数艘满载推进剂的星舰游船对月球着陆器进行在轨推进剂加注。虽然 NASA 和中国都已经掌握了在轨推进剂的加注技术，但他们的技术都是基于常温推进剂的，而星舰飞船使用的是低温推进剂。因此，星舰只有尽快取得在轨低温推进剂加注实验的成功，才能够使月球着陆器飞向月球并停留在月球轨道成为可能。所以，这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按期解决， SpaceX 就需要面临合同违约的处罚。对于 SpaceX 来说，以上6个问题个个都不轻松，因此它肯定会体现在星舰的后续飞行实验中。那么，在星舰6飞中， SpaceX 可能会对上述6个问题的哪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进行实验呢？我觉得，在星舰的6飞中， SpaceX 首先要进行的测试肯定包括了强化飞船的热防护、优化筷子回收超重的过程，以及试验星舰飞船的高精度降落。另外，在所有的星舰飞行实验中，减重肯定是一个不变的主题。此外，如果星舰的减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6飞的星舰能够携带部分载荷的话， SpaceX 很可能会让星舰带上缩比的在轨推进剂加注实验舰，在轨道上进行推进剂加注的缩比实验。至于筷子回收飞船，那是要等到7飞或者是8飞了。这不，在推特上 Doggy Designer 也在15号发推文说，马斯克刚宣布，到明年年初 SpaceX 将尝试用筷子回收星舰飞船。由于参与星舰6飞的 B13 助推器和 S31 飞船均已经完成了静态点火实验，而且 FAA 在这次发给 SpaceX 的星舰5飞的发射许可中，只要不发生重大的实验项目变化，星舰5飞的许可证对星舰6飞依然有效。因此，我猜测，只要完成了针对5飞的改进， SpaceX 很快就会进行星舰的6飞实验，这很可能是在2025年之前。所以，还是让我们搬好小板凳，切好西瓜，准备迎接星舰6飞的来临吧。好，关于星舰后续的飞行实验都会进行哪些实验项目，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